你们见过古寨？那你们见过建在石头上的千年古寨吗 ？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同学。现在呢，我人在贵州毕节的银上古寨。这是一座修建在悬崖上面的古寨，它被群山环抱，四周风景清幽，春意盎然。古寨呢就建在这一块大石头上面，因为它的外形非常像一头大象，所以呢它也被誉为建在象背上的古村落。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走访一下。哎，大家你好，那个上面的那个古寨啊，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？有170-80年。这么久了，那上面的话现在还有住人吗？有，只有几家人。哦，有他分房子在农场去了以后呢，他这里有个房子，所以呢他不愿意在农场住了，他就在这里住。哦，那住在古寨上面的人的话，他们吃水怎么解决啊？古寨上面它上面有水的。哦，是山泉水吗？从那面引水上来，那上面有水池。那以前住的人多吗？多。刘家、王家。哦，那在上面主要都是刘姓和王姓比较多。刘姓和王姓嘛是最这个的，他们有钱嘛，早的时间有钱嘛，修到这样的房子了嘛。那大爷住在上面的话，都是汉族吗？还是都是一些少数民族嘞？上面都是汉族。都是汉族。哦，那您？我都是彝族。哦，您是彝族人啊？我是彝族。哇。刚才遇到一位特别热情的大爷，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古寨的历史啊，它有100多年历史了，到现在的话还是有几户人在住的。我们上去的话，应该是能够看到他们还在里面生活的痕迹的。走吧，咱们一起上去看一看吧。上面的话就是很美，对不对？我反正觉得哪个角度拍都很好。那边的什么站，还有站道，可能步道。他说你到这里玩好，然后走到这边来拍这个也很好。他们无论就是哪个角度都是一个景点，特别美。我是感觉这样子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也赶紧上去看一看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古寨的门口了，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这样的大碉堡。这个大楼的话，看上去的话好像有10几20米高啊。它都是用青岩啊作为一个底材料，然后做出来的，看样子也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。看到了大叔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们就是平时的话都会坐在这里就是聊聊天吗？都在这里聊天啊。我聊的时间反正有空啊，都在这大家坐起这里摆啊。在原来的时间，从这里往这头都是房子，一箱的。全是房子啊。就是呢，要搞古寨了以后嘛，刚才把这些房子也统统拆了。像这些嘛，在农场都得房子了嘛。得房子了嘛。好，那里面的话，我能进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。这个是刘家大院啊。好。就是王家楼里面，它村里面已经把门锁起了，要走2个小时来都可以得看。没事，那我现在也去看一下吧，感觉一路上风景非常优美。可以的。好，这是好地方，你可以看看。好，那我去看一下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沿着碉楼进来呢，就可以看到几座像这样的木房子，看他们的痕迹是比较新的，可能是近年来翻修的吧。因为在银山古寨这边呢，他们是有新有旧，这些房子有的是近年来翻修的，也有的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。哎，看见房子面前写着刘家大院4个大字啊！原来这是一个院子啊，真的好气派啊！这个是古寨的寨门，也是进入古寨的唯一通道啊。在古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。我们看看它的门呢，哇，它是这种木门啊，一看就是燃点很高的那种木门，它也是非常的厚的，都不好搬开，你看到吗？非常沉重。在这个木门的前面呢，就是像这样的浮雕了，有一个像这样的门把手啊，这个门把手它上面的这些浮雕真的是非常的精致，你看栩栩如生。这些都是在古寨的原住民啊，现在在古寨这边的话，也是有人生活在这里的。往前走的话，就可以发现不完全是刚刚像刘家大院展现出来的那样的木屋了，变成了就是石头和就是这种木质吧，然后一起混建的，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坚固了不少。在这个村子里面呢，比较多的就是刘姓和王姓啊，这2个姓氏是最多的。你们看整个建筑群啊都是非常的古色古香。像这一户人家，他们的这个房子，他们的墙壁啊就是用这样的石墙砌的，然后
他们的这些门呢，还有一些结构啊，都是木质的。看来古寨这边的人就是对木质的结构有一种怎么说呢，执着吧，而且非常的喜爱这样的结构。这边的话则就是一排的石墙了，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小草长出来啊，这也是岁月在这个地方流过的最好的一个证明。你们看，现在还是有人家在古寨这边生活的，面前养着一些鸭子啊，然后在这一户人家的后面有一个小塔，那个小塔呢就是整个古寨的制高点了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整个古镇呢被群山环抱啊，这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而且环境清幽。我是刚从福建那边自驾到贵州这边的啊，在4月份的时候呢，福建那边已经比较闷热了，但是在古寨这边啊，完全感受不到闷热，还是非常的清爽。住在这里看来也是非常幸福一件事情。而映入眼帘的这一栋大楼啊，它非常气派，但比较可惜的是啊，看样子已经没有人在使用了，好像已经废弃了。看了一圈啊，迎上古寨这边的房子基本上建筑风格都差不太多，他们底下呢一般都是用这样的青岩来打底，然后墙面还有柱子啊一般都是用木质的，有的人家也会用石头，也是会用那种青岩，他们的主要材质都是青岩跟这些木头，应该都是当地的一些材料建成的这样的一座充满古色古香的古寨，整体来说呢是非常的有历史的味道的。古寨上的屋顶啊，全部都是像这样的瓦片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座呢，是一栋老房子啊。你们看它上面的这些青苔啊，这也得有好多年才能够形成像这样的青苔了。在迎上古寨这一边呢，整体来说啊，它并不算是很大。小林同学走了半个小时呢，就已经把它给走全了吧。在古寨这边啊，它最大的特点，我想就是安静而且古朴。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宁静，你感受不到城里面的那些喧嚣啊。在这个地方最多的声音就是大自然的声音。如果是小林同学的话，以后我老了，我也想来这里养老，就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间是属于我的房屋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小林同学，关注我，带你一起看远方，拜拜。